好，我们要去看徐伟宁的家里面，因为听说他有把他心爱的宠物放在家里。首先看到了很多书籍，上面这一层有猫咪的照片、玩具，徐伟宁和猫咪的合照。但感伤的是，猫咪已经离开徐伟宁了。据主人说，这就是猫咪的骨灰盒。再看看这个冰箱门，被各国的冰箱贴、纪念卡片贴得满满当当，散发着浓烈的旅行气息。还有这些乖巧站立的高酒杯和各式各样的酒，看来徐伟宁也是一个有酒有故事的女孩子哦。今天呢，我们在徐伟宁的家里面看到了骨灰哦，就是猫咪的骨灰。所以当时的决定是，没有，因为那猫咪是就是领养的，然后因为那一阵子我刚好长期就不在家，然后就交给我妈妈照顾。就猫咪突然间，它其实才1岁多，然后它就急性肾衰竭。那等到我妈妈就是去家里面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快就是没有体温了。对，然后所以就把它送去医院之后说它急性肾衰竭，就是太慢发现。然后他就走了，然后所以我就是让我妈妈帮我剪他的一撮毛，然后留了一小瓶他的骨灰放在家里面，对，就是放着。猫咪对你来讲相处时间不长啊，为什么要这么留恋它？没有啊，其实我就是之前也养过猫咪，然后我就是很喜欢猫咪的人。我觉得养小动物就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不敢养。完全不敢，就怕它过世是不是？还是说怕？就是因为我没有时间照顾的话，然后我的团队，然后加上，因为我之前一直很想要养狗啊、养猫啊，或者是养什么老鼠啊、养鹦鹉啊，但就是真的，他们说千万不要，因为我没有时间照顾。你去拍戏的时候不在啊，然后也不能带他们一起去拍戏。对啊，因为他们要坐飞机的话，应该会得忧郁症。好，今天呢，2位明星带了很棒的东西来，要让我们可以从事公益的。然后当中有一只动物是林志玲。哦，我看到了。你看到了？应该是白色那一只吧？它是狗玩偶界的超模林志玲。当小 S 听到林志玲的反应，因为她的腿有点不合比例，你有没有发现？因为它跟旁边的比，它的腿真的比较长。旁边那个就是很可爱啊，它就是有点，所以它会捐走。这2只都会捐。我之前就是因为在拍戏的时候，我很想要养狗，当然就是他们都叫我不要养，所以我只好就是去买仿真狗的玩偶，就真的很像狗。然后当我一买的时候，我就是失心疯，开始就是各式各样的跟狗。仿真狗的定义是，就是它可以看起来站立，是不是？不是，看起来很像真的，就明明就不是玩偶的样子。对，它就会模拟的很像真的狗。你看这个照片，就是有仿真狗，有真的狗在里面。你看那一只很像真的耶，很像Coca。吉娃娃是真的。里面真的有一只真的吗？对，里面真的有一只真的。哦，中间那个是真的吗？里面有绿色那个。对。那个看起来最假哎。我以为前面是真的，结果是吉娃娃是真的。中间吉娃娃真的最假。最假啊！而且还是那种做的很不好的。你这样讲，主人听了会难受吧？然后我看到捐教中心当中有一本是在下的书。请问是你花钱买的吗？不是，康永哥，这本书是你送我的，然后你要转送给别人。因为我觉得你这本他送你有自己亲笔签名吧？有，他有一张卡片夹在里面，然后但卡片我已经收下来，但我觉得康永哥这本书的里面的很多想法，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分享出去给其他人。我签卡片就会方便你们把它转送出去。对，我觉得很有礼貌。直接签在书上面写第2原唱，这怎么送人呢？而且有一些人喜欢签在封面上，对，那个就真的很不好意思，就很难送，用去机油擦掉就很难送。所以这本书你想要把它送走，想了多久？收到第1秒就老实说，就是上个礼拜就来参加这个节目之前才想到的。不然就是让他好好待在家。不是因为真的就是节目组教我们准备很多就是有意义或者别人送的东西来捐，但我想说别人送的东西，我真的很多是有意义的，所以没办法捐出去。所以这是最没意义的一个东西。
这个就是刚好就是我觉得很有意义，可以分享出去给大家。好了，说得过去。好，我们这边有一份是郑元畅的捐赠证书，然后谢谢郑元畅他为平兰公益基金会紧急驰援宜宾地震的捐赠。其实这个很有意义，其实这并不是我自己本人做的事情，其实是我的粉丝他们用我的名义去做这样的公益。好棒哦！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像，其实我跟伟宁也参加过很多慈善的活动，其实我们就是以我们的影响力，想要就是把更多的消息跟讯息传递给大家。对，所以我们架子上有好多是小朋友们写的贺卡，来谢谢两位的。我们这边也有伟宁带来的东西。哦，我有一个那个衣服是我大学毕业公演的时候的戏服。演什么？是舞台剧，我们那时候唱的是那个黄梅调，然后这一场小纵有来看，你们那时候就认得了？对，他16岁，我18岁的时候就认识了，然后所以我大学毕业公演他有来看，然后这是我的戏服。这个不要捐吧？这对你很有意义耶。可是挂在家里也是没关系，他在我印象里。哎，你有一次红毯打败了许熙娣。谁说打败我了？大家。谁？我打败他吗？不是他打败我吗？大家都说那套打败你啊。我怎么没有听到这个东西？现在听到。怎么样？很令你发火吗？你是穿绿色那一次吗？对，你穿了一个看起来像漂浮在空中的一套珠宝首饰。我觉得就是很像吊灯。我们今天在架子上看到的东西当中呢，也有徐伟宁从事公益的作品哈。这幅画就是，对。当时是为什么原因画的？是去他们的非洲的难民营，然后他所有的其实都是一些小朋友，就是他们所有人都挤在一间很小的房间，然后吃的东西都是用豆子或者是玉米磨成的粉。然后所以第一次去了之后，我就觉得就是有很多地方其实我们应该要去多关怀。那不只是非洲，像譬如说我前阵子也在北京的春苗基金会，它有专门也是一些就是孤儿或者是一些小朋友，他们身心有一些障碍。然后我特别还有去体验袋鼠妈妈，它就是小朋友是早产宝宝，就是你可以在宝宝身体健康状况许可的情况下，你进去那个房间，然后穿这种非常软的棉的衣服，然后让那个早产宝宝贴着你的心跳，然后让宝宝听着你的心跳，仿佛在妈妈的子宫一样，然后他会长得他的整个状态会比较健全。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我不是他的妈妈，可是我可以借由我的心脏，让这个孩子，让他在这个稳定的状态之下，让他成长。所以这个经验，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对啊，我觉得你们最开心的时候，就是会收到对方知道他们受到了帮助，然后很可爱的表达他们对于你们的谢意啊。对啊 S 也做了很多公益活动。我女儿也常常收到这些卡片，她就会在回赠一些礼物啊，或者她自己会画画送给那些小朋友。好可爱。郑元畅，你有遇过小朋友是他会演一个话剧给你看，是跟他的家庭暴力有关的？其实我跟伟宁一样，就是我们也会去探访，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这些很落后的地方。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我是在柬埔寨，然后有去探访一个小朋友，是在计划区里面的小女孩。她说他们在社区的学校里面有一次表演话剧，然后那个话剧的主题是反对家庭暴力。她说她那时候有邀请她的父母，她的爸爸跟妈妈来去看她的算是一个成果展。然后她说自从她爸爸看了那个话剧表演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打过她妈妈。我那时候听到蛮震惊的，就是除了就是有这样子这样学校的教育可以让他改变他生活，我其实因为身为演员，我觉得用一个话剧的力量，也可以让一个小朋友或者让他的父母可以感受到，让他们生活产生变化，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小朋友虽然不一定认识各位是谁，可是其实只要是对他们付出关心，然后鼓励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可以表达。你第一次打动我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拥有好多本一样的书。第二次打动我，是你把小音响放在口袋里，我们边听歌边走了好久的路，走到我们渴了要买水的时候，发现彼此口袋都没有钱。
但是我们还是决定继续走下去。第3次打动我，是你直接问我说：“你想做我的女朋友吗？”最终极的动心是有一次工作结束，你知道我怕冷，你从楼下烧了热水，跑上跑下的帮我放了一整个浴缸，让我取暖。你把我家人的事、朋友的事都当成自己的事，希望可以帮上忙。你让我看到肩膀，爱屋及乌。我喜欢和你相处的时光，喜欢不管到哪里你都牵着我的手。我喜欢你看着我的眼神，尤其是每次我拿起麦克风唱歌，你都很开心的认真在捧我的场。喜欢我们一起煮菜，一起讲一些只有我们听得懂的语言。这些美好的时光是因为你才有意义。我喜欢你在我怀孕的时候每天都称赞我可爱、漂亮的贴心。以后麻烦你多多照顾了，我很爱你。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的时候，都能变回像小孩子那样的快乐幸福。再次恭喜维尼，再次恭喜萧泽，在大家见证之下，来看看他们。要上吗？真的合在一起，合一下。不好意思。来，两位这边，对，两位这边，这边，很谢谢中间这里，张生，两位亲一下。挺重要，挺好的，这是重要的。来转哦，旋转180度哦。哎，这边来。应该差不多喽。不好啦。哎，我相机不好没拍到。等一下。来，我先左边，这里，听一下，这里啊，省过来，听一下，省过来。现在看到最好。来，中间这一个，这里。好，这边。OK， 谢谢大家。
对，终身大事，再次的掌声鼓励。小朋友很开心，我们能够变成彼此的小朋友，在对方的面前毫无保留地做自己，一起看着某一部电影，哭到眼睛肿起来。我的小时候搬了很多次的家，后来打排球，进球队，开始住校，后来当演员，开始工作，剧组去哪，我就去哪，就这么过着日子，直到遇见你，看到你跟家人的相处，我才开始对家有了想象。原来不是在哪里，而是有了彼此就是家，有在乎的人才是家。宝宝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希望他全部都像你，我希望他可以爱我们，就像你爱家人一样。婚姻是承诺，是陪伴，我会牵着你的手，直到世界的尽头，直到我们化成灰烬，我依然会在你身边。我希望下辈子我经过你身边的时候，你会认出我，我会照顾你，陪伴你，成为你最坚强的后盾，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成为你的依靠。我爱你，至死不渝。好啊，是就等于自动分手啦。3年前那个人比 S 高吗？比他矮，比我158哎，你不是165吗？应该是跟你没有穿高跟鞋的时候差不多。那就是跟我一样嘛。不要再问更多人数，去问徐伟宁。徐伟宁呢？你也直播？对啊，你的直播是不是不讲话的？不是会讲话，就是煮菜跟化妆。所以你是很会煮，是不是？算是会，喜欢煮。你们直播的时候都希望怎样你才会高兴？觉得今天的直播是你满意的？我没有管什么呀，就我自己开心就好了。就是我今天直播，就是纯粹我今天想直播，然后我也不会管说有多少人在看或者什么的。让经纪人不会介意吗？不会啊，他们其实都希望我如果可以有多一点直播，跟粉丝多一点互动。只要不是喝醉的时候直播就好。在跟我讲话吗？没有，我在说，就是经纪人当然会希望，就是我经纪人也希望我不要喝醉的时候直播啦。我没有经纪人啊，我就是我自己的老板啊。所以全部的娱乐圈的所有经纪人都在说，只要不要喝醉直播就好了。你就是大家的典范。可是我那点击率都很高哎。呀，可是看到你是什么样子，真是。你现在有改掉了吗？我现在有改掉啊。你女儿会念你吗？就是我们如果一起去我姐家吃饭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妈妈，你今天不要喝醉哦。”然后我就会说：“我知道，不要一直这样管我。”然后可能途中就是已经，我就觉得自己很 OK， 他们就会飘过来说：“妈妈，你喝醉了。”我就说：“没有。”他说：“你刚刚已经讲了好几个英文单字。”他们有收到讯息。他说：“还有你眼睛已经有点这样。”然后或是大舌头或是什么之类的，他们就会一一点出我喝醉的几个特征。那你叫你怎么下台？我就会说走开，让我放松一下。你们知道妈妈压力有多大？然后开始哭，他们就说她真的喝醉了，然后就打电话给我婆婆之类的、啊，说妈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而且你哭完应该会更醉，因为水分流失了以后，体内都是酒精。通常到哭的时候，就是已经开始忘记了。你有 po 过你喝醉的样子在网络上吗？没有。那你很节制哎。你会 po 吗？超多的。我还现场直播哎，还直播？你怎么看得了？因为喝醉酒就会很想要跟大家讲话，那个
分享朋友都不理你，都不对，给你们电话。教一下他你们教一下他怎么样能够克制。我没有办法克制，我懂啊。对，因为朋友都不理我，我想说好，不理我，我就跟全世界聊天。哦，我有个习惯是我不会一个人喝酒。哦，因为我会。对。当然，如果去外面跟朋友喝的话，大家就会互相彼此。对，徐熙娣为什么不出去跟朋友喝呢？不想出门了。因为我真的太喜欢在家里穿睡衣的感觉。那你可以约你的姐妹去你的家里陪你喝啊。对，但是姐妹就是喝到某种程度，她们就是会纷纷的离开啊。哦。然后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又开始想要乱打电话，然后你就不理我，我就只好拍摄一些真性情的画面。伟宁也是会把自己喝醉的人吗？我喝醉蛮可怕的。我有的时候更严重一点，就是我喝醉之后会一直不停的讲自己的事情。我也会，然后有好几次就是不是他就是心如就是一直这样捂住我嘴说不要再讲了，刚他带走。所以你男友就算你在外面喝，他会愿意去接你。对。哇，这超耐烦的耶。我们不是有一起看过她的男朋友？哦，对哈，他有拍过你们的广告。他有跟你讲吗？他跟我讲啊，但是他说 S 9把他认错，他是说你是把他认成是陈意涵的老公。差这么多？应该是有人跟我讲说他就是那个哪一个明星的对男朋友。然后因为当时我看到你男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导演还蛮帅的，就有点试图想要那个。也不知道你们怎么讲话那么没，讲话好粗鲁哦。我就是想要试着让导演放轻松，跟他讲说，哎，我虽然是贵为巨星，但是我很随和哦，你不要紧张。我就想要跟他拉近距离啦。然后后来可能就被工作人员识破我的诡计，而且你真的很丢脸，他就回去就会告诉徐慧宁说，小 S 想要对我动手动脚的。他没有这样讲吧？他没有。可是我觉得他真的还蛮帅的。然后我心里想说，徐伟宁。好 lucky 哦！他好像很高哎，很高，比他还高。他有190吗？193。所以你们认识的时候他是模特？我们认识，他是我高中同学。所以这么高的话，在学校应该就已经是出风头的人了。是一个很怪的人，因为他是念美术系的，他基本上都不太讲话，然后就一个人很高高这样子，好像飘在空中这样。所以高中的时候他没有爱上你吗？我觉得应该有。所以他什么时候才开始注意到你的？我们是因为一个电视剧，然后他是导演，我们刚好在澳洲定妆。所以澳洲那一趟就爱上彼此了吗？他先传讯息给我，就聊天聊着假聊天，然后其实已经是在追求。对，就是会分享一些歌啊，然后看什么电影啊，什么什么的。对，比较那种精神层面、心灵层面，因为他是我见过超老派的男生，出去散步就是都不牵手，就连碰都不碰你。散步不牵手，那有什么好散的？就是对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当然知道手牵手一起走路才有意义啊。就是没有啊，他就是要这样腿运动啊。你就已经邀约一个人跟你去散步了，然后你还不 care 他，那你散步应该一边弄哑铃，这样才有意义啊。你牵手有什么帮助？当然是要手牵手啊，不然婚姻怎么维持得住啊？这样人家就会知道你是他太太。谁不知道我老公？你这个想法就不对了。因为我现在是用正面的态度跟大家讲，不管是情侣还是夫妻，走路的时候牵手真的可以维系。牵手就表示死会啦。那徐伟宁的男朋友可能就不想要公然死会啊。我觉得你讲话很任性哎，你没有想要好好活在这个世界上，对不对？你讲的话不合理啊。女生会觉得你不牵我手是会想要对外表示你是单身。那他干嘛还约他一起去散步？想当姐妹吧。你有问过他吗？说干嘛不牵手？我回来有问我的经纪人。哦，那时候真的还没在一起吗？没有，真的没在一起啊。然后他约你出来散步？对，出去聊天散步。那当然不好意思牵啊，很没礼貌吧？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聊了这么多次了，你觉得他终于约你出来，可能会要进一步牵手吧？所以那一天你在期待他要牵你的手？对，然后而且我们是散了8个小时的步。8个小时？请问是什么路线可以走8小时？我们就散北京的胡同。就我们在北京胡同绕了8个小时。他有跟你介绍什么景点吗？有，然后说这是什么，因为他就很喜欢胡同，对，然后想说有些比较暗的地方可能会牵到手，
然后就也没有8小时中间总要停下来喝点东西吧？没有都没有，一直走因为他自己有带水壶。是在践行的概念吗？他是把自己当导游是不是？为了微信计步，哎，8小时我一定翻脸呢，中间完全要停下来吃个东西吧？没有啊，然后散完步就各自解散哦。就他有送我回我住的地方，然后我们就散到早上5点。那很浪漫啊！半夜散步的时候不就应该牵手了吗？没有啊，他就是觉得散步是为了了解彼此，然后他觉得到了第3次约会、第4次约会才应该要牵手。他心里有一个顺序，是不是？对对对。所以2、3、4次也是散步吗？对，看电影兼散步。你在早上5点之前，在几点的时候就已经觉得有完没完？每隔1个小时都会觉得够了没，但都会说服自己说，应该下1个小时就会有。1个半小时就应该坐下来坐一下了。一定要坐下来，喝对啊个饮料什么的。或者对着湖水发呆也可以啊。为什么要连续8小时？他有跟你讲说这是一个考验吗？你要过了这一关才。没有，然后但他因为他自己喜欢拍照，所以他就会有时候带我边散步边拍，然后就是会有时候走到胡同一些他是讲到潸然泪下吗？走到一些菜园，然后他就拍我跟菜园的背影，这些都是我事后知道的。所以他不是说，维尼，你去那个菜园那边转成背面给我拍。他就是走，我就说，他说，你看那有菜园，我过去看的时候，他就真的像我在看的时候拍照。他想要捕捉自然的感觉。对。那后来他有给你看这些他的作品？是很事后，就我们真的确定在一起，他才给我看。但当下其实我是真的不知道。所以你一定有告诉他说你第1晚很不耐烦呢？我后来有讲啊。那他说什么？他就说，所以你那个时候就很喜欢我喽。就我就被将一军啊，早知道我不要问了。这也是一个考验。对，如果女生说那我们回家吧，就表示不够爱我，就没兴趣的意思。对，那应该是。可是你绝对不可能主动牵他，暗示已经很明显了吧？就是走路撞一下，或是手这样碰一下，就会有感觉了吧？他就是拎着我的后背包，就好像不知道在拎什么的。拎小孩。对啊。他是帮你减轻肩头的重量。对。那为什么不拿去背就好了？因为我说我不要啊，然后他就，那你就等于一直这样散步哦。那不是很累吗？对啊。这是第1次，真的很荒谬。脚有腾空吗？没有，差一点。听起来是救人的感觉。所以度过这一关就开始交往了。对，后来看了几次电影之后就确认。他的导演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很多明星吧？所以他都会跟你讲一下他对这些明星一起合作的感觉吗？其实我们真的不谈工作的耶，就是他要拍谁拍什么，然后实际内容是什么，基本上不聊。所以你要拍什么，你也不会跟他聊。我也不会跟他聊，聊了你就会想要知道更多，那就还不如就不要知道。对，目前是稳定状态。有觉得想要嫁给他吗？应该是朝这方面努力。所以你们现在散步还是要散到那么久吗？减半吧，3、4个小时。哇，也很久哎。现在还有改骑脚踏车了。脚踏车也是3、4个小时吗？就是一整天，就去哪里都骑脚踏车这样。哇，所以表示说那一天只要一踏出家门，就得要半夜才能回到家里的意思。差不多晚上7、8点这样。我每天出家门前都会扳住门框，觉得很舍不得，要出去那么久才能回来，好可怕哦。所以他看到你这样喝醉，他不会觉得不够健康吗？他会照顾我，他就是来现场，然后照顾我，然后把我带走的。然后隔天也不会骂你说你干嘛把自己喝成这样？不会。你人生也太 lucky 了吧？为什么摔桌子呢？你不是也很 lucky 吗？可是因为我老公就是会隔天会念我啊。如果你老公隔天在的话，他在啊。言下之意。没有啊，就是他忙啊，有时候他也喝，所以就没有人照顾你们2个。他有说要不要请一个人来照顾我们？然后请一个专业的人看着你们2个喝酒。就是说。喝醉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指引我们回家的道路，然后确定我们2个就是都平躺在床上，然后他就可以默默把门关上。所以你男友这样很好。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的人生目前是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还是有吧？哪有？已经这么好，又美腿又细，然后男友又那么帅，然后还可以不骂你喝醉酒。所以无可挑剔人生的前3项就是美、腿细，没有人骂喝醉酒，以前没有人骂喝酒吗？喝醉酒，还蛮重要的吧？狭窄的3个定义。哎，我们当明星的人总是比较在乎这些琐事啊。郑元畅，我刚才讲那3点是不是很重要？郑元畅也没有人骂他喝酒，没有人骂我喝，所以你喝完难道不会觉得自己一个人更孤单吗？还好哎，就宿醉会很痛苦而已，也不会使你想说，那我下次别喝了。倒还好哎，每次就是当最后一次喝酒啊。对啊，每一次喝完都说不要喝了。我没有说过不要喝咯，我也没有说过要戒酒。不用那么紧张，我们没有要逼你戒酒啊。因为我们有朋友就是每次跟我们喝完都喝到很疯狂，然后每次都说他要戒酒，然后但每一次都还是继续喝到很疯狂。他们2位今天来花花，我觉得很有勇气耶，因为我其实看过郑元畅怎么样？喝很醉的样子。哦，真的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觉得可以上我的节目，然后相信我不会谈这件事情。他喝很醉有很丢脸吗？哪一型的？就是我们在信家苏建信家，然后那一天就是康永哥来之前，我们就已经喝了一段时间。康永哥是半夜才到的吧？你知道是你叫我去的吗？我叫你去，我真不知道，真不知道，是我跟信一起叫你来的吧？因为半夜2点，我那时候蠢到什么地步？半夜2点我看到信的手机，我就想说他挺少打来的，所以我应该接一下，我就接了。然后接了之后，他就说他们在场的人希望我过去喝酒。然后你知道我笨到什么地步吗？我笨到我以为这群人当中最清醒的人应该是郑元畅，然后我就说，除非郑元畅跟我讲，不然我不会过去的。然后郑元畅就把电话接了电话，对，然后郑元畅听起来很正常哦，就说了来啊来，我们都在等你什么这样。然后我就想到起码有一个人是清醒的，我就去了。结果全场是我最。场之后，他是最的一个人耶。怎么是他已经瘫在那儿，然后没有他很烦人。有比我烦吗？他比你烦。真的？他超烦，话很多。所以你隔天醒来会不会想说，就是很不敢去问说我昨天做了什么事情？还是会去问，对。信没有跟我讲当下我在他家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只说康永哥一直摇头，一直摇头。对，那我想说应该就是很瞎的事，因为其他人。你为什么要去酒局，然后摇头叹气？这样会让玩的人很不敢玩呢。你干嘛是以师长的身份？你认为我应该一直点头吗？说好，就是看好戏就好了。就我有在看好戏啊，可是因为他烦我的时候，我总得要摇头吧，就总得抵抗一下啊，不能甘然接受吧。反正后来这些人都还是你的酒朋友嘛，就是可以放松的在他们面前做任何事情。对。然后都不会耽误你的工作吗？也不是每天都在喝，所以应该耽误不了什么工作。OK， 但我跟伟宁反而喝酒聚会的机会在去年比较多。OK，